藏本地大学女生靠自己努力成为某国际大品牌代言人，是一种什么体验呢？煮熟了感觉。一位普通女大学生的经历，希望可以给同样的你一些收获。我的母校西藏农牧学院，70年代初诞生于西藏林芝。眼前高山围起来的村庄是卓玛的家乡，属于日喀则海拔4200米的半农半牧区。大学之前，我的人生就在这周围200公里范围内活动，从未去过外地。高中毕业以后，收到西藏农牧学院录取通知书，才首次走出家乡。到拉萨坐汽车用时3个小时，再从拉萨坐汽车到林芝用时8个多小时。那个时候，拉萨到林芝的高速公路、铁路都在建设，离家这么远，完全陌生的城市，在路上满是心情忐忑。后来我才渐渐知道，林芝会让我的未来如此丰富多彩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林芝的丰富天街，大家看，灯红酒绿，霓虹闪烁，前面呢就是夜市，我现在迫不及待的去看一下。第2天我们就要拍摄此品牌的视频喽，简单逛逛这座西藏平均海拔最低的城市吧。这是卓玛很喜欢的地方。等到第2天工作忙完，希望可以为各位介绍这座城市。今天早早起床，要去拍摄代言视频啦！早上好，太阳还没出来。烧一壶水，一杯咖啡，开启这美好的一天，然后洗香香。气候干燥，女孩子们一定要多喝热水呀。再简单录个妆容，美美的出门啦。戴这个耳环，戴这个项链。车子到啦。饱饱吃一顿早餐。在西藏，除了甜茶、牛肉饼这些，最多的就是包子、油条了。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波密县义工茶厂。姐妹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好。4个小时的车程，你就好好睡吧。多一点是吧？3800那么高吗？那比拉萨还高了。林芝气候属实很好，不愧是西藏的小江南啊。林芝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？是一年四季都能看到雪，森林资源占西藏80%以上，水资源占西藏一半，浪漫诗意的城市。这里超过11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比江苏省还大，却只有20多万人。除此之外，它的人均西藏位列第1，比拉萨还高，也是川藏线上的高原明星城市。看到没有，我身后的这座大桥，318上最重要的一座鹤大桥——通麦大桥。以前没有这个桥的时候，短短5公里，从上午走到下午。桥下的路就是去往义工乡。卓玛在家乡西藏，总能感受到通路的不容易，再远的地方也要有公路连接，物资就这样送到每一处有人的地方。这就是川藏铁路建设现场，感谢不惧艰险筑路先锋们，也感谢随时保障道路畅通的你们。我也是第1次来到这里，走遍全国的梦想再添一地。眼前的风光让人赞不绝伦，能轻松看到它，少不了脚下路的功劳。说句心里话，这里虽然小众鲜有人知，却一个没来可惜，来了圆满的地方。雪山下的生态和村庄相辉映，给人一种桃源般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选择在这里拍摄。拍了，开始复习一下台词。反正这个台词太光了。看这个风景，美吗？我们花了4个多小时从林芝市区来到了义工茶厂，我觉得好美啊！看那边雪山，然后就是这全部都是他们的茶厂，还有森林啊，还有牛。说了这么大半天，有朋友忍不住问了：卓玛，你到底代言哪个大品牌呢？是自然堂。White glass, are you happy 啊？西藏的紫外线很强，为了完成拍摄，怎么晒都不在意。卓玛相信，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件事，终会登上更高舞台。
要怎么形容现在的感受呢？热血沸腾，炙热的心扑通扑通。茫茫人海中被知名国际大牌相中，用1年的时间走西藏很多地方，既要展现高原的万紫千红，又要做好代言人的职责，把两者相互融合，让更多朋友了解西藏，成就自己的同时，又在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在海拔6388米的纳雍高雪山脚下，西藏第一座茶厂，此情此景是否会让你感叹，原来极地青藏高原也有如此生机勃勃。在当地茶农朋友教学下，卓玛又学会了一项新技能。人生就是不断学习，然后进步的过程。卓玛热爱的家乡西藏，它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随着时代发展，事物的奇迹在陆续发生。这就是卓玛大学开始做的事情，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同时，也能力所能及的带给别人一些收获，哪怕一个人也好。通过拍视频达到了卓玛的目的，虽然影响力不比明星，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可能这就是自然堂相中卓玛的原因。我是开心又有一些小骄傲的。趁着空闲，我又走了一次母校，似乎一切都没变化，但又变了不少。学校后面是金山。青春洋溢的学弟学妹们在运动。为什么会选择林芝呢？因为它的海拔低，适合全国的朋友。你看，接近10000余名学生，藏汉比例1比1。怀念食堂的美味，特意去尝了尝。现在我们去吃以前学校的时候经常吃的一家鸡蛋面，不知道在不在？哇塞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。哦，好怀念的鸡蛋面呀！学校周围的一切都是让人怀念。林芝虽然是座小城，却是除拉萨外，西藏本土唯一有重点本科学院的地方。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，与他们接触后，或许就有灵光一闪。他们难以出柜子吗？一名出生农村的普通女生，那时候想不到自己会成为除了身边的亲人、朋友、老师、同学外，很多人都认识的藏族姑娘。以卓玛的亲身经历来看，事在人为。现在的媒介如此发达，认准一种兴趣爱好，学习资料处处都是，只要花心思、肯钻研，就会不一样。一位很普通的藏族女生可以做到，青春活泼、活力满满的学弟学妹，你们也可以做到。毕业后没有走大多数藏族朋友的路去考试，一心想要登上更大的舞台的卓玛，实现着自己的目标，去了全国很多地方，也上了电视，还为知名大品牌代言。周公快乐，周公快乐，回家。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随着卓玛的水平提高，作品能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。我们一起加油，变得更强。家人们又来四川看海了，看，不愧是海滨城市。有哪些事情是藏族姑娘走出西藏才慢慢知道的？之前没有编辑的火车站回风，放送他跟他们说，但今天这个天像西藏那么蓝。我的天哪，像蓝宝石般的天空，这是在四川盆地中部应该看到的吗？又有海，环境又如此让人心旷神怡，难怪卓玛会来了又来，还要带上西藏的朋友一起呢。感受一下小城市的风气感，大家都是慢悠悠的走在路上，非常的幸福。虽然有海有树，宜居性、舒适感拉满，但是还没开心多久，朋友就产生了一段不愉快的体验。他现在还停留在我的车上，好难受啊！家人朋友们好，我是藏族美女卓玛，梦想是走遍全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东站。眼前的候车楼灵感来源于三星堆和积沙文化，是很早之前承前启后的2个古蜀文明。机场的面也太贵了吧！刚刚看了一下，它这里面一碗面40多。我的建议还是这种火车站或者机场里面多开一些像这种德克士、华莱士什么的，就那种全国统一价格的那种，还是比较划算。吃饱喝足后就要准备上车了，猜猜我们去哪儿呢？去一个在四川有海的城市。复兴号动车组列车。
买到站票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还好，目的地就是成都的下一站，只站不到1个小时。在地理位置上，目的地西边就是成都，东边就是重庆，位于2个大城市中间，也是整个四川唯一有海的城市，它就是有在顺义车站下车的旅客，请你携带好行李物品，到车厢两端排队下车。下车时小心站台缝隙，注意安全。有房间。是的，我又来了。家人们又来四川看海了，看滁江。什么江？开头你不是说海吗？西嘎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对面怎么走？遂宁已经来了太多次了，有哪些事情是卓玛走出西藏后现在才知道的呢？遂宁让我知道了，原来四川也有海。遂宁市大英县有一处形成于1亿多年前的地下古盐湖，由于盐水含量丰富，超过42亿吨，人在水中可漂浮不沉底，比一般的咸水湖或海水含盐量更高，和中东死海特性相同，故大英县古盐湖被誉为中国死海。也就是说，遂宁是四川唯一有海的城市。如果大家来到这里呢，就是想去对面的那个岛上，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免费坐船，免费的。那个岛全景是这样子的，这座小城市还是挺漂亮的。家人们，现在又来到了遂宁了，下面有船直接可以到对面的岛上。现在我们准备去吃个饭，走起！在这个江边走一走，吹吹风还挺好的，天气也没那么热。Nice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就在住的地方楼下，简简单单吃一点吧。江湖菜加上烧烤配冰啤酒，我又来了。这么一大桌，所有的才吃了不到200，小城市的消费，爱了爱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坐着公交去遂宁下面的县区，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有没有登记结婚吗？快去，你们俩去登记结婚吧。离婚险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帮朋友办理一个小业务。安居区嘛，看我视频很久的家人朋友们相当了解。我好朋友的老家，去年还去了安居区的乡村里玩耍。完事后，我就带藏族姑娘西嘎去看看书。窗外的遂宁街道建设还不错。我们车子下穿的观音湖隧道是整个西南地区第1条过江隧道，连接老城区和新城区，就是咱们国家基建的一项成就。遂宁市文化中心又来感受。无论是成都还是遂宁，有书的地方卓玛就能坐个半天。临走前再看看图书馆展出的遂同小学生板报。为什么是遂同呢？这是遂宁和重庆潼南区的合称，意为遂宁潼南一家亲，两地相距非常近，遂宁高铁动车10分钟就能开到潼南区。早些时候潼南是遂宁下辖县区，后来划归重庆，所以两地之间有着方方面面的合作以及互通政策。所以说遂宁在成都和重庆的中间还是有点东西的，比如都有万达广场。万达广场，我来啦！没想到他们这家还有喜茶。那边看到了吗？喜茶真的是给了我超大的惊喜。又来到了这个遂宁的美食街，万达广场美食街这里，这个也特别好喝，这个茶，对，茉莉奶白水，42，也有增香鲜，这个增香鲜应该比较好吃。
无骨鸡爪这样真的好好吃。谢谢。不知道为什么内地的这些地方就是很好逛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哈哈哈。好热闹呀！可以来点西瓜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猕猴桃吧，可以。可以来，然后可以来点这个。这里面逛一会儿，一会儿我们的重机就已经这样子了，在这里点了一个50分，这太好逛了。你的马鼠。半斤马鼠这么多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在四川的女生们，如果你看节目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太难了，因为一下楼全是美食，挡都挡不住的。如果是在西藏的话，没有这么多小吃，但是这边的话，放眼望去全是美食。吃完后还有一项遂宁独有的小吃，一定要带朋友去尝尝。走起！遂宁这座城市确实不大，总面积四川倒数第2，但是走出来的名人还是挺多，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鞠婧祎、唐艺昕，还有我们港珠澳大桥的总设计师也是出自我们遂宁。唐代诗人陈子昂小学就学过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以及女才子黄娥等等，这些也是卓玛走出西藏后才知道的。来旅游肯定是要品尝当地特色的，听说他们这边有一个叫做秤的东西，跟北京斗智有的一拼。走，我们现在去尝一下。好难受啊！哈哈，还是吃不惯。感觉石头上面有一层那个东西。原来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食品，而外地朋友不一定习惯的，就像我们吃不惯葱，有的朋友也喝不惯酥油茶一样，这便是文化的多样性吧。祖国地大物博，也处处体现着文化的包容性。这次的遂宁之行短暂又匆忙，但是又了解到新的东西，收获满满。在遂宁点了3碗面3个卤蛋，竟然只需要30块钱，我们这什么神仙物价呀！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，小城市的故事和夜里最相似。虽然之前自己带爸爸妈妈已经来过好几次，但是夏天只带着朋友来过这一次。冬天时，遂宁或成都的天空总是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，这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通透的蓝天。很早之前忘了被谁误导，觉得内地环境不好，但是这几年下来，明显看到了全国环境都在变好，而遂宁这样的蓝天，夏天很常见的，真的是来了卓玛才知道。一个小小的误解就消除掉了。短暂的旅程结束了，现在回成都。对于朋友而言，除了刚来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坨狗狗的便便，以及那个特有小吃吃不惯，一切感受都不错。他羡慕这里的消费慢节奏的生活，又不乏交通的便利。去成都、重庆都是1个小时左右，高铁动车从早到晚都有，不超过半个小时就一班。常住这里多好呀！在西藏也有很多遂宁人，很早之前遂宁人的名声在西藏挺不好，但是无法忽略的是，抛开科学的数据统计，一切依据都只是少数，代表不了群体。西藏的遂宁人太多了，干什么的都有，老板、公务员、工人等等。路上的这些房子、道路也有他们的辛勤付出。直到接触了遂宁人，来到遂宁，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都是为了生活更好而努力的人。这就跟河南人、藏族人、汉族人、东北人等等都一样，都有对他们的刻板印象。藏族人到底好不好呢？汉族人都没有底线吗？当初上大学被一些对于汉族的江湖传说给吓到，卓玛不敢报西藏以外的大学，而现在的梦想是走遍全国。很多事情自己亲眼看到的，看得更多才是真的。而全球的朋友们亲自到西藏也是同理，相互沟通才会打败误解，消除偏见。世界真实的模样取决于自己的内心，你寻找什么就得到什么。
喂，下班了。成都和遂宁以及四川的其他城市都挺好的，我下次肯定不会再来了。嘿嘿。成都呢，就是一个来了之后让人非常难受的一个地方。藏族女大学生自主创业，花光1年积蓄，就是为了带西藏农牧区父母走遍全国。我们要回成都啦！嘿，我爸妈现在起飞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安全带已经系好，预计2小时。我的妈呀！出去了之后又穿羽绒服，哎，又跟广州不一样了。这个天气真的是，哦，好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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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呦！咱们长嘞，长的不怂。今天是咱们在成都的最后一天晚上，最后一晚上这吃烧烤，上火饭哦。Hello， 理解公告上，安妮理解是钟明，我是努力创业、梦想月入过万的藏族姑娘卓玛。每年的初春到秋末是父母最忙的时候，因为农田要播种，家里的几百头牛羊也要照料，各种农活的工作总让他们闲不下来。我们要回去喽，拜拜。驾驶员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。这其实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。当时送爸爸妈妈坐飞机回西藏，目送他们自己过安检，从没有坐过飞机到应付自如，卓玛的愿望还是圆满了。而卓玛本人又在成都玩了几天，才坐飞机回去忙工作。由于还有各种农活在等着父母，带他们走遍全国的梦想到此告一段落。这期间我们去了很多城市，玩了很多项目，其实还有很多视频素材并未剪出来，以后有机会完成后再为大家播放。是离到县城里的车已经出发了，大概1个半小时就到江孜县城了。整个英雄历史的石雕，让人肃然起敬。现在就分享一些新的视频吧，否则素材也会堆积如山，从夏到冬到明年又剪不出来。回到视频最开头，说明这灿烂的夏天，我再次踏上了藏族人的第2个温馨家园——成都。先带各位朋友看看我父母之前从未走出过的农牧区吧。欢迎收看卓玛在家与马纠缠。跟爸爸播种耕地的一天，这边呢隔着一个墙，然后这个里面是我们的那个牛羊，然后大部分都是奶牛。我妈妈在挤牛奶，牛奶的话就是早中晚都要挤一次。这边呢就是直接可以上楼了，看这边的彩绘也是非常漂亮的。这次回来待2天，帮忙父母干干农活，看我们妈已经准备好，我们准备去种地去了。卓玛呢不仅要努力工作，自己一有空闲也会抽空回家帮帮父母。他看到我，也看到了我爸，大家都没认出来，我也没。今天咱们就说就是一个农村小姑娘。看我这个小马特别宠热，热不热？热不热？热不热？现在呢开始撒籽了。这里呢要种豌豆，还有一些小麦什么的，就是一些杂草吧，到时候用来喂牛的。爸爸也在后面忙。今天呢我的任务是撒种子，然后我爸爸的话等会儿就开这个拖拉机，然后开始耕了。我们已经把种子撒完了，我老爸开始耕地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么晒，会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连个避暑的地方都没有。平时他们还是挺辛苦的，但是这个风景太美了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想不想跟我一起放牛种地呢？我们这边海拔4200左右，就是父母从未走出过的农牧区。小马马，看这个马，它拴在那里，它咬自己的绳子，快要挣脱了。这个马还挺聪明的吧？
那就带你到处走走吧。西藏农牧区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有了各种农用设备，也不再那么辛苦马了。过去农活的所有工序都离不开马，现在它的担子也轻了一些。咱们西藏的特点呢，就是地广人稀，高山和蓝天连成一线。虽然自然风光壮美，但是很长时间都在这里，人生也很无趣的。很多城市里的朋友们想过乡村生活，可能只图一个新鲜，劲头一过就只剩下难熬的时间。所以对于父母而言，他们仅走出去一次，也会觉得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精彩和广大。看来卓玛是非常需要一位和爸爸一样的白马王子呀。哎呀，我的手！藏族人为什么都喜欢成都呢？一个是距离家里近，另一个是气候比起高原，很适合养老。现在咱们这个拖拉机的工作已经干完了，我们这个马开始上场了。等到爸爸妈妈做不动活了，我的目标就是带他们在成都颐养天年。而农牧区代代传承的土地和牛养就交给弟弟和卓玛吧。这里有没有人愿意来做上门女婿呀？借此视频在线招募哦。一般我们这边犁地的话都是用男生，因为马有点调皮，然后女生的话有点驾驭不了。接下来的时光，趁着自己还年轻，父母也不年老，每年空闲带他们还有卓玛自己慢慢实现走遍全国的梦想。要做到这一项，卓玛只要更加努力，把它弄平。西藏适合每个人都来看看，用一段时间感受这里的酸甜苦辣，你也会爱上这里的。今天咱们地里的工作完成了，准备回家了。发了业绩的。可能很多四川朋友不了解，西南地区综合实力第一的成都，为啥会被称为小西藏呢？藏族姑娘大学毕业，用创业攒了1年的收入，带父母首次走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，爸爸妈妈有什么感受呢？妈妈已经捡了钱了嘛，一直在跳。看到这哪年了，对同学吧，对你同学吧，加油！以后攒钱在成都买房，加油！我们加油，琪琪，加油！那年卓玛高中毕业，第一是因为离家远，第二是因为有误解，父母不建议我去西藏以外的地方上大学。那么如果看到没有，西南民族大学，相信我应该考这个大学。人生会不会不同呢？无论是卓玛还是父母，从害怕到平原到习惯平原，觉得在这儿定居也是好事。或许从我们这些藏族朋友身上就能找到成都被称为小西藏的答案。Hello， 链接观赏我卓玛颖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成都，到达锦里了，家人们，到达锦里啦！到了锦里，就像到了家里一样。在这之前，卓玛带父母看了看锦里周边，他们说基本上就和拉萨、日喀则差不多。从几百万人到现在2000多万人定居成都的人潮中，也不乏很多藏族朋友。到武侯区了，然后我爸看到了这些商店，然后就马上就要进去看一下。他说这里特别像拉萨，感觉到拉萨一样，看到了好多老乡，这里就到处都是老乡。然后爸爸看到这种藏语牌子的，然后就觉得特别的亲切，然后他直接进去逛去了，看。就在这里，再看街对面的一辆霸道，竟然来自日喀则呢。卓玛走过全国很多地方，因为西藏和其余高原的地形，这种车是很多藏族朋友的心头宝贝。而除了高原，已经少有人喜欢霸道车子了。在高原很常见的车子，没想到也是一辆又一辆呀。在春熙路吃了一顿大餐后，乘坐地铁3号线到达高升桥。在这里一定会让卓玛的爸爸妈妈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在地铁站 A 出口旁边有一个广场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附近居住的很多藏族儿女便一拥而上，随着藏族特色音乐的响起，身体便舞动起来。
他要拍一下发给他的姐妹，嘿嘿。真的是人特别的多。此时此刻，藏族的民俗文化在西南的大城市成都闪耀，在路人眼里，这种艺术显得新奇，不免停留驻足。通过人们的手机、相机镜头传播，全国的朋友都能看到，纷纷点赞。它在藏族朋友心里是不息的传承和美好的休闲方式。成都特意满足了藏族朋友的艺术和爱好。我感觉几乎来成都的藏族朋友都会来这里看一下跳舞。我感觉来到这里就到了西藏一样，特别的熟悉又亲切。基本碰到的都是老乡，人特别的多。感觉到了拉萨了，在这座有2000多万人常住的城市，还有每年数以亿计的游客，总有一天会走过武侯区，并且看到这里。所以藏族的锅庄舞蹈可以说在成都提高了影响。就像我父母一样，每一位从高原而来的藏族朋友看到这一幕后，内心都觉得有点温暖。我妈妈的话，之前只在网上见过这个跳锅庄的，今天到了实地。之前一直在问我那个跳锅庄的地方在哪里，我说在成都，他天天说那个在哪里，想去看一下，今天总算见到了。所以家人朋友们，看我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种不想走的感觉了呢？他们看得太认真了，然后发视频给他们的朋友发，叫都叫不走了。也是因为那样，我去点评呢，人群中不乏很多汉族朋友跟着节奏一起舞动。在西藏本地，大部分地方都有跳舞的习惯，也都是藏汉各民族跟着一起跳。在林芝的时候，朋友说他读初中学校的课间操，除了跑操，还有锅庄舞，每天都有锅庄课程。西藏林芝市2中，要知道那是一所汉藏比例7:3的学校，足以说明在我们生活的祖国，各民族都是可以好好相处相处的。入戏了，叫也叫不动，我先撤了，再见。卓玛呢去过全国很多地方，如果身穿藏装，总有人会好奇的和你问候，并表达出对于高原的向往和热爱。如果做一个比喻，藏族朋友在其余的平原城市中就像熊猫般稀有，要么在某个社区，要么某个景区、某所学校等地偶尔碰到。不过卓玛走在成都，走在任何区县、街道、景区或商业中心都能遇到。成都的大街小巷很难出现遇不到藏族朋友的情况。对于藏族朋友而言，只要离开出生长大的家乡，就不能不去看看成都。每年在成都流动的藏族朋友已然100万左右，是很多人的第二故乡乃至长久的家。妈妈又不肯走这里。在成都街头遇到藏族朋友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，每一位从高原而来的人都能迅速适应这里，吃喝出行方方面面都和家乡差别不大，这就是成都被称为小西藏的原因。有些朋友觉得只有西藏才有藏族，在咱们祖国实际上有5个地方都算是藏族居住区。四川有川西高原、大凉山，藏族原住民数量仅次于西藏，其次还有青海、云南、甘肃都有藏族朋友。人是群居动物，高原虽然风景美丽，但是一辈子待在那里对身体多多少少有点影响，所以有条件后就想找个气候绝佳、生活便利的大城市常住。四川刚好挨着全国的这5个藏区，藏族朋友都想去。
所以成都就成了西藏的后花园，藏族朋友向往的地方。加上西藏除了本地人，外地朋友也就属四川人第一，西藏的人接触四川人最多，所以西藏也被称为小四川。对于四川藏族原住民而言，成都就是省城，实在是太刺激了，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！各位朋友知道成都为啥从几百万人到2000多万人，能吸引那么多朋友来常住吗？听说新疆朋友、青海的回族朋友出门的首选也是成都。现在成都开通了到青海、西宁的动车，卓玛有幸坐过一次，以前是每天1趟，现在是每天2趟，基本能保持坐满往来。成都的包容和吸引力肯定体现在很多方面，家人朋友们也可以帮卓玛解惑。在卓玛认知中，成都就像家，因为有的商铺还有藏文，全国知名的华西医院还给西藏的人开了所分院，还有很多西藏派驻的机构、学校，所以完全没有觉得格格不入。就像卓玛的爸爸妈妈以前天然的不信任，怎么都不愿意到内地，现在来了一趟，成都就成了不想走的地方。终于肯走了吗？在西藏，尤其是海拔更高的地方，还是有一些藏族朋友不愿意走出来到内地看看。天气还是挺冷的，然后这里人特别的多，几乎每天晚上，他们冬天再冷也会在这里跳舞。其实跳舞的话，跳那个锅中的话，就特别的暖和，脚呀手啊，就等会儿就可以那个脱衣服了，感觉越跳越热。其实可以转变思路，沟通和交流才是相互了解，也让自己变强大的基础。有些舞的话我们会跳，有些舞的话就有点不会跳，但是学2下的话可能马上就会了，因为我们藏族人本身就从小就是能歌善舞嘛。如果我长期待在成都的话，我可能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跳一下。看我妈妈开始跟她的姐妹说，刚刚到了这个成都跳舞的这个平时在网上看到的，今天终于到达实地了，心里非常的开心，看分享给她的姐妹。此时此刻，卓玛发现带父母出来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大事儿。我自己成就感满满，爸爸妈妈也收获了成长。卓玛身上背负着改变命运的梦想。加油！以后攒钱在成都买房，加油！我们加油，琪琪，加油！作为女儿，也有爸爸妈妈想在平原定居的期望。请放心，卓玛一定会好好努力，成为父母坚实的依靠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个饭，然后今天就这样结束了。